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小地图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1v1，对吧？我们进来玩一下。这张地图呢叫做围攻之都，也就是呢3天3夜睡不着的地图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先造一个围墙啊，把自己的基地围一下。因为这个地图呢很难跑开视野，因为呢那个每个人门口啊都有那个堡垒啊，那个堡垒里面进满兵，狗是过不去的。所以说呢看不到对手家，有可能对手等下会带一个偷带一个蜘蛛来偷我的基地，对吧？我们把基地先围起来，然后呢出一点动员兵，把这个门口的房子啊都给它占了啊。当时呢我造了很多动员兵，我想把中间的房子呢多进一点这个大兵。等一下呢，他万一带了一个防空，装了一个蜘蛛来装我的牛，我这么多大兵可以直接打爆他那个防空车啊！所以说我在中间的堡垒啊进了很多兵，看他等一下会不会走中间来，对吧？刚才呢有个失误啊，那个牛车呢忘记吃那个彩色矿了，这样我的经济呢等一下会有一点小卡钱了。哎，我们也装个蜘蛛，防空车里面装个蜘蛛，准备过去呢钻他的牛，走中间过去啊。结果这个对手呢，他防空车走下面过来，然后我这个防空车又被他蜘蛛钻了。哦哟，这个对手感觉玩的还可以哦。他这里带了一个蜘蛛要钻我的牛，赶快造维修厂。这样的话，我没有跑开他的视野，他把我的视野跑开了，对吧？我在中间的堡垒进了很多兵，结果呢，他走下面的那个路口过来，让他防空车窜进来了。然后我们赶快先修下牛车，这样的话呢，我的铁木装置就要比对手晚了，因为呢，我造了一个维修厂。刚开始的那个牛车呢，又忘记吃那个彩色矿了，我的经济呢会有一点卡钱，估计铁木呢没他快。然后我们先控制牛车采这个彩色矿啊。这个地图呢，我是造了2个牛2个矿场，就有4个牛了。一般造铁木的话，都是要造到3、4个牛啊，你2、3个牛肯定是出铁木会有一点卡钱了。我们造了4个牛，准备出铁木装置。这个地图呢，基本上都是双方都要出铁木的，不出铁木很难打得进去，除非前期呢玩那个抢堡垒的战术啊，也可以前期啊，就是造很多兵抢对手的堡垒，把那个堡垒一抢，用那个狗过来咬6人，如果咬到6人的话，基本上就赢了。但是那个战术呢比较冒险。你要咬到6人呢，你才有机会；咬不到6人的话呢，就比较伤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没有用那个战术，我们就是稳扎稳打的战术，直接出铁木，对吧？你看他的铁木比我快一点啊，就是因为我造了维修厂，比我快个几分钟。然后我们造一个铁木，哎，造个铁木以后再出一个基洛夫啊，基洛夫往他家里飞，看看能不能炸到他家啊。他开始造防空了，感觉这个对手呢应该是玩的还可以啊，有一定的实力。我们现在呢铁木比他慢个几十秒钟，但是影响不大啊。我的基洛夫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这边过来准备打基地，然后这个对手的坦克赶快回防，你看反应挺快的啊。他也是把基地围了一下，也是害怕我带蜘蛛偷他的基地啊。他这个发展模式跟我差不多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栅栏打掉以后呢，我先造一点蜘蛛啊，因为铁木好了，等一下我的坦克呢套着铁木往他家里冲啊，肯定是有去无回。我们呢等一下就用黑蜘蛛钻他的坦克，先把这个栅栏全部打开啊，把中间的栅栏打开。这个地图呢有3条路，中间1条路，上面跟下面各1条路啊。然后我们再造一点辐射，你看他铁木马上快要好了，对吧？马上快要好了，看他敢不敢冲。然后他也造了个基洛夫，他造了个基洛夫，我们就造蜘蛛造辐射。哎，蜘蛛钻他一下，你套不套铁木？他舍不得套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时候套铁木没什么用。然后他想掩护基洛夫过来，哎，你耗一下我的铁木就好了呀。然后他铁木一套冲进来，他想打什么？他想打我的核电厂，对吧？但是我的铁木已经好了，他打我的铁木也没事，我可以给建筑套铁木。然后他打核电厂，我看了一下，我懒得套了，因为呢，我觉得他应该打不爆。哎，你看没打爆，坦克死完了，3天睡不着了。然后我的基洛夫拐进去，他把我基洛夫打掉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没有电了，等这个核电厂修一下就有电了。有电了以后呢，我的铁木装置就要过来的呀，你的坦克送掉的呀，我铁木一套，我就可以冲进来打他的铁木啊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还把铁木围了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害怕我打他的铁木呢，
把他铁幕打掉了，他围了一下就耽误我铁幕时间，但是没用啊，你坦克送掉了呀，你坦克没我多，我们直接把你的铁幕装置给你换掉。换掉以后呢，他想重新造个铁幕，我第二波铁幕就好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啊，千万不要，你铁幕快个几十秒钟啊，其实呢你不能太冲动，你冲进来以后呢，你的坦克就有去无回了。所以说这个铁幕呢，如果比对手快，一定是要造一点黑蜘蛛，用蜘蛛来消耗我。他这样冲进来，就算把我核电厂打掉了，他坦克也死完了。然后我们把基地拖到下面来，准备开发一片矿。他重新造这个铁幕，你看到没有？重新造这个铁幕没什么用的。我们这个铁幕马上又快好了，然后我再出个基洛夫啊，等一下我铁幕一套，把它防空打掉，我基洛夫就可以炸了。现在呢，他把基地拖到下面来了，开发2片矿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的坦克走到下面来，他的注意力都在上面，再看我这个基洛夫，你看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们直接冲过来把你基地打掉。你过来，我铁幕一套，先抓他的坦克，然后家里造一点蜘蛛啊，防止他跟我换家，直接抓他的坦克，对吧？先把他的坦克整掉。但是我的铁幕快要消失了，赶快回防，然后基洛夫炸掉他一个核电厂。等一下他的铁幕好了要来进攻我，对吧？但是没事啊，我们家里呢已经有很多蜘蛛了。你来，你想掏铁幕对吧？我先钻你2下，把他的坦克先钻掉几个，然后家里继续造辐射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它属于易守难攻，你没有100%的把握，千万不能送坦克。然后他的铁幕好了，想摆队形，我辐射一蹲，让你不好摆队形。你看到没有？坦克烫掉一半血，然后再烫他2下，辐射一烫呢，他的坦克就会动，他就不好摆队形。然后你看，再被房子消耗一下，他直接不想玩了，对吧？铁幕都还没用，直接投降啊！这个对手呢玩的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进来再跟他玩一盘。这一盘呢，我们在这个还是在上面啊，他在下面，先出这个围墙啊，把这个基地车围一下。因为这个地图呢特别容易偷基地啊，你不围基地的话，你必须要先造一个坦克，用坦克吸收那个蜘蛛啊。等一下他会带那个防空车，带蜘蛛，带6人来偷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把基地还是要围一下。再把这个路呢给它跑开一下。有些粉丝呢，我记得以前呢我发视频，有些粉丝都会说，你为什么老不喜欢偷人家的基地呢？我就跟粉丝们说，我说偷基地的人家会收起来呀，收起来你没偷到，你不就亏大了吗？然后粉丝就会说呢，你为什么不造个蜘蛛呢？他收起来，你把他基地一钻呢？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基地车围起来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你造防空带蜘蛛去偷人家的基地，取决于什么呢？取决于你这个地图啊很难跑开视野才可以啊。因为这个地图我跑不开他家的视野，我看不到他家，所以说呢就一定要围一下基地啊。一旦有些地图啊能跑开视野，人家是不可能偷得到带蜘蛛偷得到基地的啊。因为呢你还没有出门，你在装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你摸黑打，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会来偷我基地，我们就要围一下。你看这边带了一个防空，对吧？你看他想偷我基地，偷不到，我围起来了。偷了我一个电厂呢，还是比较伤的。然后我们直接出个雷达，准备攀高科技。这个人把我电厂偷了，这我的铁幕又比他慢了呀！上一盘铁幕比他慢个几十秒钟，这一盘的铁幕估计又要比他慢了。他偷了我一个电厂啊！但是呢，一点点劣势啊，对我们来说呢影响不大啊。像我们这样的高手呢，就喜欢打劣势，然后把这个栅栏打开啊。不能太装了啊！等一下粉丝们又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不说你只分一点点吗？然后我们用一个坦克呢跑开他家的视野啊，牺牲一个坦克，一定要拿下视野，视野很关键。你没有视野呀，我总感觉被人家蒙着眼睛跟人家玩一样，对吧？先把他家里跑开，牺牲一个坦克把他家的视野全部拿到，然后呢，我们还是先造铁幕啊。他这个时候来的3个坦克，他也没我家的视野，你看，因为这一盘他的防空只偷了我的电厂啊，他上面也没有视野，他也是跑进来拿视野，但是你4个坦克跑进来拿视野，就是有一点奢侈的呀。你看，你4个坦克冲进来拿视野，全部被我绞杀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呢，我们前面被他偷了一个电厂的劣势就打回来了。
这个对手啊玩的是还可以，但是我感觉呢，他打的不够稳，容易冲动，对吧？我感觉他打的不够稳。然后呢，我们又把这个栅栏全部打开啊，把这3条路给它腾出来，等一下有机会进攻。然后我们出一个 Gatling Bowling， 出个 Gatling Bowling 基洛夫往他家里飞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下面摆个矿场，再把基地拖到上面去啊，准备再开发一片矿。这个地图呢，你一定要早一点拖基地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你就卡钱了。提前把基地拖上来，在这里摆矿场。也可以呢，用那个建筑延伸啊，但是这盘我没有延伸，我直接拖基地啊，我被他偷了电厂，我就干脆直接把基地拖到上面来。然后呢，他开始造防空，我一个基洛夫呢就在这里左放一下，右放一下，让他的防空呢很难受啊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铁幕快要好了，我的铁幕倒计时呢比他快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就准备摆好队形，准备往里面冲，对吧？当时呢，我想把他的核电厂打掉他的核电厂啊，他的铁幕呢就不走字了，他就没有电。然后我基洛夫拐进去炸他的核电厂，这个对手想跟我换家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提前把坦克停在下面，心里想呢，我往他家里冲，他就往我家里冲，但是我坦克比你多，我们飞一点坦克打防空，掩护基洛夫过去。结果这个基洛夫呢飞到身前来了，直接被防空打下来了。哎呀，我以为这基洛夫不会死，能把他的那个核电厂炸爆，结果没有炸爆，害得我的铁幕掏了出来以后呢，什么都没有打到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打到，然后我们赶快拐下来把他的铁幕打掉，但是好像打不爆了，打不爆就打个高科技防止他造基洛夫，然后我们赶快撤回去。这一波呢就是判断失误，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个基洛夫能炸掉核电厂啊，他好像还造了2个核电厂，导致我的铁幕用掉了。现在他的铁幕好了，呢，我也跟他逛花园，你走上面来，我就走下面去，对吧？而且呢，我们坦克差不多，他舍不得套铁幕，你看他冲进来这套，我就不守家呀。你看优势不要放家，劣势放家，对吧？我直接冲到下面来打你基地，你铁幕一套的没什么用，我家里的东西给你打，反正我在打你家，对吧？然后你打我基地，我卖掉，我们疯狂的造辐射，造蜘蛛防守，然后把他的铁幕也打掉。先打基地啊，先打基地，再打铁幕，把他基地铁幕打掉，他也把我的基地铁幕打掉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坦克全部被我的辐射烫冒烟了，我的坦克还是满血的啊。然后他打我的重工，我就打你的重工，换家不怕的呀，我们是换家小王子。他把我重工打掉了，然后我再把他的重工兵营打掉，我们直接回防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对手又没了，因为呢我有4个坦克，他只有1个坦克，而且他连兵营都没了，什么都造不了。我还有兵营呢，我还能造有理呢，还能造1万个动员兵啊。所以说他一个3星没什么用，他一个3星我只要造点有理就行了。如果他把牛车拖过来也没用啊，因为呢我们还有坦克的，我有4个坦克，你只剩下1个3星。肯定没什么用啊，而且我还有蜘蛛，你看他过来我多造点油碟，你把牛车拖过来我就造动员兵进房子，这个对手就没了啊。